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直播。这一开始啊，其实老师还是说，有一点点小小的感叹的一件事情啊。那老师啊，我们在9月份的流月总论解析里面啊，老师有说到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呢，世界上所有的一些问题啊，很容易在9月埋下了伏笔，哪怕不是在9月发生，也会是从9月埋下这个祸因，然后在后面爆开来。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后来老师说找到一个消息啊，为什么这次的哈马斯你要去打这个以色列呢？因为在9月23日的时候，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啊，他就要联合国，他出示了他们在这个欧陆的一个地图啊，以后他们建商路的地图。那个地图上面呢，里面并没有加萨走廊以及巴勒斯坦，都是以色列的土地。你把别人的国家画在你的地图里面，怎样？你以为你是中共吗？把台湾画进去吗？所以说他一开始他就已经在联合国说，加萨走廊跟这个巴勒斯坦啊都是他的领土。这个状况啊，当然就激怒了这个民兵组织，因为人家是想要建国的，然后呢你在联合国上面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人家到最后都还没有去反应，是说对这个表示抗议的话，不做一些处置的话，那么他们未来真的就会被以色列给吞掉了。所以是说啊，这次的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这不能算巴勒斯坦的，应该算是跟哈马斯之间的这个战争啊。巴勒斯坦其实也被打了。那这个状况呢，其实真的是埋伏笔埋在9月23日，非常令人遗憾啊。不过有时候就是这样吧，星象它显示出来的事情，有时候老师也没办法立刻就知道，但是总是啊，很遗憾是说这件事情会发生，好吗？下礼拜3周3了，我们会要进行我们的11月的流月总论解析。老师还没看，说实在的，那希望啊老师看到的是比较好的月份，因为这几天太忙了，其实之前有看了，现在忘记了。好，老师跟各位宣布一下哈，我们最近在更新我们的 YouTube 的短视频啊，因为老师都是一次更新很多地方，你知道吗？就是我抖音更新完了，然后就把它直接所有平台都各上一遍。所以说啊，有几篇的那个短视频啊，各位在一个 YouTube 的 Shop 里面可能会看到，就是说呢，老师下面会多了几个抬头。那前阵子啊，各位可能在几个月前啊，发现老师一直常常去大陆、去上海，那老师在那边有公司啊，只是还没有正式的运作。那这个礼拜啊，老师的证照已经下来了啊，老师有跟金英老师啊，我们都考取了这个青少年成长指导师。还有家庭疗愈师，还有高级情感分析师跟高级催眠师的几个执照，在中国的啦，所以说你在台湾来问我事情，我还是跟你讲我是算命的，因为台湾有卫生局在管理，我在台湾是不能够执行心理咨商的业务的，我是算命的，好吗？这边声明一下哈，不要到时候卫生局请我去喝咖啡。好，所以说老师有些抬头就开始做出来的，那所以说这个事情啊，老师准备了快半年的时间了，去考这个，后面老师还是有其他证照要考。所以我是一个老师啊，其实我不去考那些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的本业嘛，就是做自媒体，还有我的命理服务嘛，对不对？但是老师还是去做，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成长的必要。但他没办法对我造成收益，但是他可以让我更加的强大。那各位老师也希望啊，各位可以跟老师稍微学习一下这个方面的精神，对不对？我们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强大，让我们可以是说。给自己多一点技能，那这个实际上他这些证照对老师有没有帮助呢？还是有啦。当然，就是老师在替各位拼命的时候啊，老师可以多一些的科学根据啊，并且心理学啊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博大精深的真的是非常博大精深的一个模式。我说实在的，有些的心理学在里面智商的技术啊，这跟跳大神没什么两样，好不好？但这就不多说了哈。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老师还会继续的成长，那也希望各位可以陪老师一起成长，也同样的可以跟老师一起成长，好吗？好，那我们还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我们今天主题啊，最主要一开始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说以巴战争好像屁股长了一个尾巴一样，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大部分都叫以巴战争了，说巴以战争感觉也怪怪的，他就说以巴战争。这以巴战争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个状态。人家说为什么以色列要这么样的着急的去做这个报复呢？其实你说哈马斯是不是错了？他肯定是错了。你每一次发5000个火箭弹去人家的国土干什么？后来好像升级到1万枚，这个肯定是哈马斯是错的。老师并不会是说，因为他现在比较惨，说他一开始就是对的。这世界上正义跟邪恶啊，是由战胜者去书写的，这个一向都是这样。比如说秦始皇吧。
他如果一直都统治下去，都是大清朝的天下，啊，统治至少100年，我告诉你，秦始皇就会变好人，你知道吗？这就是因为他秦二世胡亥是不是被推翻了？是不是他才会变成暴君？不然的话呢，他永远都是明君，各位你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很怎么样，一直都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个国家。因为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在帝国70几年内，并不是很久的时间。像之前在二战的时候啊，为什么这以色列的一个什么那个犹太人的问题啊，这些都是一个历史牵缠2000多年的恩怨情仇哦。这个其实恩怨情仇，有人就跟老师讲，老师你之前不是有说过你要讲那个基督教啊、天主教跟那个回教，他们3个其实是同宗的，三位一体，3个宗都是同一个神的一个故事嘛，是有，但是。后来老师考虑到这可能会得罪不同教派的人，所以后来老师只能把这个已经录好的节目啊，就把它压下来啊。虽然压下来没什么关系啊，因为那视频这收品质没有比较好，所以压了就算了。所以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以色列他的这些犹太人他过去是一个世界的在混战，或是在一个其他文化非常的荟萃的时候啊，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种族啊，非常弱势，因为他并没有实质的国家当成后盾。所以说，当一个弱者他拿到一个武器的时候啊，按照历史，其实不管哪个民族都是一样。当弱者取得了一个绝世武器的时候，他会比原来的王者更加变成霸道，会变成霸者。我想知道这个意思。而犹太人呢，他的历史其实是蛮特殊的啊。我们这个没有侮辱犹太人的意思哈。YouTube 你在监管的时候，请理解，我只是讲历史而已。这犹太人的历史是蛮有趣的，我们要先了解它。为什么很多世界啊，很多国家并不是这么样的欢迎犹太人？它其实是有一个根基的。犹太人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民族，这不是吹捧，老师真的觉得犹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民族。说到经商啊，真的是难有人出其右。但是你要说他做经商呢，又不全然是。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民族性最厉害的事情，其实不是做生意，他们最厉害做的事情啊是什么？是金融。金融叫做美化的名称，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啊是放高利贷啊，放高利贷。所以是说在德国啊，当时在那个一战战败之后，他就是因为犹太人看到这边有肥肉，所以是说呢，他就把它去引进去，然后开始去做大量的高利贷。那无论你是借百姓、借政府、借任何需要钱的人，因为他们要偿还那个战争的赔款嘛，所以说呢，这个德国的经济就被他拖垮了。然后到后来啊，其实日本人本来在入侵中国东三省的时候啊，也想扶植一个犹太人的区域，但是呢，这个过程不是很顺利，后来犹太人就撤退，然后这个后面有很多历史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讲。那所以说，到了这个1战、2战之后啊，比较近代历史啊，我们就发现犹太人他就进入到了美国这新大陆，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它的一个文化基底没有像其他国家这么深，比如说嘛，你在德国做这个高利贷，你要想掌握他们的一个经济。问题是人家是日耳曼民族，他们本身就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属地主义跟种族主义的一个观念。你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无论到欧洲啊，或是到瑞士啊、瑞典啊，或者是你的丹麦啊，任何国家都是有一个他们很原生的、很强大的一个种族跟文化定在那个地方。那更别说中国了。说中国后来他们在上海，中国人有保护犹太人一阵子，但是后来他们在中国无利可图，说他们也是撤离了。所以说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这个地方啊，它并没有这么深的文化底蕴，而犹太人本身的文化是强过于美国的文化，因为美国它进入到这个美洲大陆啊，是英国人去屯垦过去的，那这些人本身并不是什么贵族，各位要知道，进入美国的这些第一批的移民啊，这些白种人啊，并不是什么贵族，也不是什么高尚大的哦，加上去澳大利亚也是一样，都是罪犯，所以是说他们是走身进去经营这个国家，建立起他们的金融啊。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比较便利的一个模式，所以是说包含拜登政府现在里面都有非常多的包含跟财务有关系，包含叶伦他也是犹太人啊，国务卿布林肯也是犹太人，那包含了我们知道的罗斯柴尔德或者是在后面的一些势力啊，很多都是犹太人的力量在里面去介入，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擅长，不要说高利贷啦，要擅长金融，所以说华尔街这个地方啊。也是非常多犹太人的力量到他们的头部啊，就是他们的一个顶尖的管理层。所以说，在美国这一次啊，就有一个学生会会长，他就说，这个事情不对，我们要支持，我们要去替弱者发声。他就替了这个巴勒斯坦跟哈马斯去发声，说不要对他们太残暴。结果呢，这个学生会主席啊，
就立刻被他们本来要去上班的律师事务所给直接说你不用来了哦，他学生会的会长的位置也被罢免掉了。所以说言论自由在什么地方？言论自由是基于你对谁有利，而且那个人是能够对他有帮助的时候，你讲这些话对他有帮助的时候，那你就有言论自由。这个没有说意思是哪一个党或是哪一个这个状况都是这样。每一个权力者，他给你的言论自由是对他有利的言论自由，对他不利的肯定都是不行。比如说在家里吧，对不对？家里你说我们家里是一个民主家庭，对不对？我们很和乐，但是小孩你能不能骂老妈？不行，是不是？你敢乱讲话，吊起来打，对不对？所以这一样的意思，你的言论自由你都会有一个界限在。所以犹太人他建国之后，他有了很强大的一个力量，就是什么？他掌握了西方世界很多的金融权柄，金融的权柄，所以说他可以去怎么样找到他非常顶尖的资源啊，比如二战之后啊，你到美国，美国给他这么多的金钱的援助，然后呢，再把它建立起金融体系，变金融霸权。但金融霸权本身印钞票的人，本来就是跟他们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他们有这么多的能量之后，建国之后，以色列建国之后啊，美国是第一个承认的之外。那美国也给他了很多的军武、跟他设备、跟研发人才一些知识，所以以色列现在的军事实力跟他理工实力啊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是有其来有自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你说现在要去打这个仗啊，哈马斯根本就是拿一个石头去砸别人有手枪的那种等级，你知道吗？就像什么呢？像中国以前的抗日神剧，对不对？拿着大刀砍鬼子，对不对？你真是拿大刀砍鬼子，你这再勇猛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大刀横扫千军没有用啊？对不对？人家有枪啊，人家还是机枪，你看大刀有个毛用？是不是？那哈马斯就像这样的模式，他真的那个火箭弹大概是他最强大的攻击，但是那是现在这个时候哦，我们要知道这是现在这个时候。而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讲到过去这个严格，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于中东这个地区，包含阿拉伯世界还有伊朗这些地方。为什么现在他们的动静是比较小？当然，伊朗的动静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跟哈马斯跟巴勒斯坦的关系是很深刻的。但是为什么阿拉伯世界它是比较沉默的？这个事情啊，很多人就说阿拉伯这个国家他们现在在观望这个事情如果扩大了，对阿拉伯有没有利益？这个老师相信是对的，因为阿拉伯它毕竟它是一个能源的供应国，它本身并没有很强大的军武，虽然他们的阅兵的时候都可以堆成什么那摩托车这个倒三角形的都可以做出来，不是只有印度啊，那个阿拉伯世界也行啊，花招耍的比那个武器还厉害，对不对？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阿拉伯世界它在后面就变成老师在个人的看法，就变成是阿拉伯世界它有可能已经在准备运作它的钱跟粮还有兵这三个东西的一个运作，因为这三个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打仗啊，其实打仗事情啊是国之大事，然后这我们在《孙子兵法》里面有讲的，对不对？这个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慎也。所以说，就算是俄罗斯，是不是他当时你要去打这个乌克兰的时候，他也得集结10万大军，然后他还得是怎么样建立了补给线。所以说，这个补给线建立起来之后，他的大军才能够出发，不然大军打完一场胜仗，然后全部饿死，就地阵亡，是不是行这样吗？不行嘛。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就是变成是说，你战争开始1周，这1周多，因为1周多一点的时间，就是非常的动静观瞻，因为没有人可以确定阿拉伯世界是不是真的已经把钱跟粮透过其他的，比如说他们自己的本币交换，甚至是不是有可能使用的是人民币，然后呢，在后面去给这些回教国家一些比较激进派的，由他们去当出头鸟，给他们用钱去书写。然后给他们去买武器，或是去延揽什么样的状况，这些都是可能的，这也都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未来的这个以色列，他所受到的反扑力就会变得很强大。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他现在其实你说他有这么强大的军工实力跟他的一个国力，他去把这个加萨走廊整个把它夷平行不行？可以，没有问题，而且他的确打算这么做。但是其实以色列可能错估纳坦雅胡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激进派的，他其实可能错估了一件事情，就是打仗不是你兵出去，然后把敌人全部杀掉就没事了。你要考虑到了后面的事情，因为他现在可能还在停留在中世纪那种神圣的宗教战争，然后觉得我只要打赢了，是不是？打赢了，像过去的中东战争，我只要打赢了就应该是我的，你们就应该臣服我，并没有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整个战争的情势，它的
通讯方式、它的一个交通方式、它的一个运输模式、情报的一个缜密的程度啊，已经不是那50、60年前，甚至70年前，你可以所想象到的那个状况。现在这个模式啊，真的是他真的要去动手的时候，那你可能以色列会在一个很不利的状况之下，你受到第2次或是第3次的饱和攻击，而且你饱和攻击完了之后，你可能还有其他的民兵组织直接从地面给你冲进去。各位，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的就是跟穆斯林的世界他们去宣战，因为他们的一个种族性啊，穆斯林的种族性啊，就是他的确把每一场战争当成圣战来打，哪怕是说相信圣战的人不多，可能他顶级的人上面的那些王公贵胄或是一些将领，他可能不见得那么信，但是他们会设法让他们最底层的知识非常缺乏的，甚至大致不认识几个的这些那个穆斯林啊，让他们相信他们是会在为安拉而战啊，为他们的一个民族而战，对不对？说他们打起仗来，那真的是不要命的哦。跟穆斯林打仗啊，鲜少有得手的东西。你不要看那个斯巴达300壮士之类的东西啊，那个到后面波斯王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啦。波斯王不是完全没有优势，他还是会有优势的，只是他内部出现了问题。所以说，你这世界上你去跟穆斯林作战啊，那你就要必须跟美国有一样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一打就打20年，而且我还打不赢。就像什么？就像阿富汗战争，就是美国这样花了这么多的钱，牺牲了这么多美国士兵，然后呢也残杀了当地这么多的百姓，但是他最后得到了什么？没有，带着一句话，我们就撤军了。为什么会撤军？因为打不下去，穆斯林前仆后继，你那一圈的穆斯林被你感化，已经归回美化了，但是你后面如潮水一般的各个贫困的被你们经济制裁的，被你们所封锁的，被你们所压榨的这些穆斯林的穷苦第2代、第3代、第4代、第5代、第6代、第7代，这么多贫困的这些穆斯林的生生世世，他们就不断的拿起他们的小步枪，直接往你的阵地里去冲。所以说，跟穆斯林打仗，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啊，都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老实说白了吧，你宁愿打中国，你也不要去打穆斯林。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你8国联去打中国，中国还没有办法跟你反抗。但是哪一个国家跟穆斯林打完之后，你后面没有牵斩，他们会用生生世世的血肉生命去跟你做报复。这就是宗教的力量，各位了解，这是宗教的力量。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他现在一直要求什么了？要求说加沙那边的他们一个特定一个地方，要把110万的民众和平的转移到南都去，就是往南去迁徙。他们要把那个北边的地方全部把它夷平，也驻军进去。你说夷平嘛，也其次，说白了吧，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想干什么？你想把那个城市，把那个领土啊，把它占据，变成占为己有，而且能建立防线，那别人没有办法再回去，他不可能炸完就回去的。他要的就是加沙走廊整个把你吞掉。但是这个事情能不能获得美国同意，这就产生了一个问号。为什么？因为美国并没有这么大的实力。同时去面对了俄罗斯大白熊、中国，对不对？东方龙，还有你说这个中东这样子的回教伊斯兰，他是没有办法3面作战。拜登说2面作战，他有能力是没有错，但是他不可能去让中国的实力在这个完全你2面作战都已经紧绷的状况之下，让中国自己茁壮成长吧。你就先不说台湾问题了，好不好？以色列这个示范了。他假设以色列他已经可以把加沙的北边你都把它占领了，那是不是等同宣布了中国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回台湾？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说以色列做这件事情就会牵动了全世界。你本来在2战之后我们建立联合国，就是希望你不要再去有战争，然后就算有战争，你也不要去分裂你的国土或是你这个领土范围变化。这个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一个组成。对不对？你今天觉得联合国了，我们有安理会，是不是？然后代表是说你不能随意扩张你的领土啊。这个联合国成立的最主要的宗旨是在这里，你不能随意的扩张你的领土。好，这是当时2战之后他们的一个精神所在。所以说这次俄罗斯他去把他的这个乌克兰去吃掉那4个州，为什么可以造成轩然大波？因为你违反了联合国一开始的精神，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扩张你的领土。但是呢，俄罗斯他本来也是套个招，就是说啊，我承认你们的2个国家独立，
那到时候呢，这两个国家有独立吗？没有啊，放完鞭炮了，俄罗斯人进去了，这两个国家还不是国家，那还是只能占俄罗斯的一州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发现了很多事情啊，并不是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样。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以色列它如果现在再进一步，那就会引起了叙利亚，就引起了阿拉伯，就引起了伊朗，他们彼此之间针对你要屠杀穆斯林这件事情，或是侵占穆斯林领土的这件事情，会采取比较严重的报复。为什么？因为叙利亚它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伊朗我已经被制裁习惯了，是不是？你在阿拉伯世界，他是逊尼派的一个领袖，你残杀我的穆斯林兄弟，这个在教义里面是不被允许的，不被允许的。那包含了还有阿富汗呢，你还有马来西亚呢。各位要知道，马来西亚它可是声援那个不是说哈马斯的，马来西亚是声援什么？声援这个巴勒斯坦的。所以你整个回教国家，哪怕它在东南亚远在天边，基本上他们团结起来的速度跟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再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美国是世界上很大的一个产油国，但是它也只占不了一半。另外一个最大半的是欧佩的国家，也包含了就是你这个阿拉伯世界，他们产油是最多的。如果他们所有的东西加起来联合起来的话，他们产油的实力是最高的。你不要跟我讲在那个什么叫什么名字的，之前在南美洲那个突然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了。你也不可能叫俄罗斯去帮你产油吧？不可能。你让美国不开心的事情，你就是让俄罗斯开心的事情。所以现在整个状况就会变得很紧张的地方在哪里？很紧张状况之下是以色列他不想退，他就想一次解决他所谓的历史问题。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新闻啊？那个在这个以色列他们派那个伊塔塔尔湖派他的使者到联合国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可以侵占别的领土？”你知道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在联合国上宣布吗？他拿出圣经来告诉大家，2000年前的就是我们领土，2000年前啊，就是以色列领土。所以说拿圣经当做他们的这个要去扩张领土这个依规啊，这个事情最令美国害怕，因为等于是说你默许了以色列扩张领土，那是不是其他国家也可以比照办理？你不要说中国跟台湾了，你其他国家包含了俄罗斯，它对北方四岛的争议，它是不是也可以去进占？对不对？那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疆，它这两个地方又要打起来，是不是？那你还有很多地方的小地方，比如说在非洲，很多地方你又可以重新整合，你不是只有篡权夺位了，你根本就可以出兵讨伐了。所以你整个事情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标杆性的地方，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以色列有核子技术，还有核弹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了，伊朗它也是有的。所以你在这个状况，我们只要发现这件事情，以色列只要再激进，哪怕再激进几分，这个世界都有可能再兴起一场新的一个世界大战。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地方。当然，在这个世界大战之下，我们就要注意到是说什么？即使发生了穆斯林世界跟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冲突，但是其实亚洲部分还是比较安全的。亚洲部分最安全的，当然就是你说东南亚系列那些回教国家，当然是安全的。越南本来就是不关我的事，你们要怎么打你们的事情。那么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呢？在亚洲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就是日本、韩国跟台湾。为什么？因为这3个国家需要能源，能源掌握在中东人手上，油王那几个油王身上。中国不怕啊，对不对？中国你北方有俄罗斯给你石油天然气，那你还有哈萨克，对不对？你往西还有哈萨克，然后后面还有伊朗，然后再过去一点，你还有阿拉伯世界。无论如何，中国都不会缺能源，而且他们绝对会跟这些中东国家绝对会跟中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中国可以源源不绝的提供这些穆斯林国家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物资，包含弹药，中国都是有能力去提供的。各位你要知道，中国它本身它是自己可以制造军火，而且它是可以输出军火的。哦，不要以为中国不会卖军火哦，这全世界你有能力做军火都会卖军火的。所以说，中国会给他们源源不绝的工业制品，维持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个经济。还有“一带一路”，比如说明天就要在北京开启的“一带一路”的峰会，所以说就变成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中国对这个2场的中东战争来讲，中国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我可以给你资源啊，我可以给你制品，我甚至可以提供你弹药，而且我保证我两边都不会帮，我谁都不帮，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中国人，我这56个民族里面的确有新疆是那个穆斯林，对，没有错。我们也有穆斯林，所以说我们绝对不会去是说介入你们的战争之间。那这个状况对于阿拉伯世界是比较放心的，因为
当中国的军力如果介入到这个阿拉伯世界的时候，这对穆斯林来讲这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但是他同样也不能接受美国的军力去介入这个战争，所以现在就变成的是说，中美两国它在场外就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调作用，就是美国它不是很想介入，它也尽量不要介入，因为介入这件事情对美国一点点的好处都没有。所以包含他这个已经没有实权的世界警察，他基本上就已经很难维持住了。加上最重要的是，北半球又要冬天了，北半球的人口跟他所耗能是最多的地方。你现在如果你真的是激怒了穆斯林，然后让这个穆斯林采取了这些故意炒高油价的状况来吸取你更多你欧洲的这些资金，因为你欧洲跟美国你才需要去购买这个石油国家的一个原油嘛。那很好啊，那我们就减产吧，对不对？我们就减产吧，减产针对谁？针对世界油价，针对谁？针对欧洲，针对欧洲，针对美国，他们把通膨就又炒得更高了。那难道他们自己不会受伤吗？不会，我告诉你，他们自己本币交易，你怎么知道他们自己交易多少钱？那不可考的地方，因为要考虑到中国现在所建立起来的金融新秩序，就变得说大家可以本币交易，是不是？我直接用人民币给你交易，现在交易原油。在你穆斯林国家里面，我直接用人民币给你交易，你美国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什么价格，完全不能够了解。加上还有很多的工业制品出去，你如果都用人民币好了，我们假设了，好，就不要说他们自己国家的货币，就光用人民币，美国也无法知道你们到底从中国买了多少军用物资，或者任何的东西，或是你的原物料，或是粮食什么东西，到底怎么交易是不知道的。就像什么，老师举个例来说。就像这只哈马斯，他可以把他的火箭弹放在地面上直接发射，那个以色列是被打到了，我才知道，可以懂老师的意思吗？因为他们使用的可能就不是 iPhone 了，那可能就不是 iPhone 了。有人说他们是用最原始的人传人的方法，但是也有人想，他是不是用的是华为，是不是用的是华为，或是中国的系统，所以他们没办法追踪到。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要发现了，这个中美两国他们其实在局外啊，他们在对峙的状况是很严重的。而这件事的状况，无论怎么发展，对中国都是有利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穆斯林国家肯定因为以色列的事情，他们会抱得更紧。抱得更紧之外，或许他们彼此之间兄弟还会有猜疑，但是对于中国跟美国之间，他们一定会更倾向中国。为什么？中国三不拐。我只负责我的领海范围之内的军力强盛，我只负责怎么样？负责我自己的我自己的一个国家，一个大帝国，大中华帝国的的实力。那你们尽量都听我们的。但除了赚钱之外，我们其他都不谈。那这样的一个保证，对穆斯林来讲，就是一个充分的一个尊重。这个是各位需要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好吗？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9月3日以色列出示技术之借口，现在给大规模火箭弹花2年时间准备，因为2022年拍摄应该是以哈战争哈马斯没有，巴勒斯坦的市中心已经被炸了，这个已经不能算是只有哈马斯了，那已经不是哈马斯的问题了。起诉第4本经文里面的战争2字也包含了4声战，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的，因为老师今天截取就是一个起诉里面的这个经文，你要说它经文嘛，也是这天启示启示嘛。就是饥荒啊、疾病啊、战争啊，还有那个瘟疫啊，这个状况，其实天启不是只有4骑士的，天启还有5骑士的。不过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不然的话可能会对这些其他宗教的朋友可能会比较不尊重因为我是一个道士，然后去谈论别人的经典所以有些人可能不舒服，所以我们就带过就可以，好吗？那回梅加州呢，走得好棒棒，真的是很糟糕。中共不是以色列，我怎么哈马斯吗？哈马斯谁？奥德克巴莱哈马斯跟赛德克巴莱，赛德克巴莱那个不大一样，好吧？那个是差异很多的，大哥，这个差异太多了，好吗？笑到更多蒙古谁在？蒙古站不起来的，真的是蒙古站不起来，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了，好吗？以巴战争，中国收台不就更有利？其实中国现在早就已经准备好收台了，很多人说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收台，没有，中国早就准备好了。那个 A 克法搞不好我们也保不住了。说台湾的经济是一片看坏，老师个人认为我在这边讲只代表我个人，好吧？我代表我个人去跟各位讲，台湾经济
一片看坏，一片看坏，除非统一，没有任何事，没有任何出路，你不用去考虑是说任何的一个人当总统，然后台湾就会变好。你有没有下架民进党，台湾都是一样的事情，一样的结果。所以说，老师对台湾政治并不是很理解。那这里有老师插话一下，老师问我说，现在为什么都没有继续讲那个民进党啊？郭台铭选了一个副总统之后，我说坦白的啦，这里跟各位透个风啊，他选那个副总统，我觉得他在自杀，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他在自己找自己麻烦了。哦，郭台铭他可能也真的就这样了，因为他选的那个副总统的歌是没有办法给他带起任何帮助的，还只会给他拖后腿。说你选这个副总统，我觉得后面就不用讲了，后面都不大需要讲，除非那个3个候选人他们的选的副总统更烂了。但是你要烂过这个那个郭台铭选的副总统哦，很难的，要比他选的比他烂的很难的哦，真的没有比他还更会拖后腿的副总统了。老子直接跟各位讲了，套个风了。为什么我后面不讲？因为郭台铭选那个真的是什么赖秀霞，我对赖秀霞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不认识他，但是我看他盘，我就觉得哈哈哈哈哈。搞毛，选他真的是有点奇怪了，好吗？选他真的有点奇怪了啊！老师忘了关静音，好不好意思。哦，感谢杰夫倩，感谢林冠赞助哦，感谢大家赞助哦，非常感谢哈！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啊！西亚发生台海战争，台海需要战争吗？我告诉你啊，真的要打的话，台湾我觉得能够撑3天，我就觉得是我们国军非常英勇的，好吧？我就觉得国军非常英勇。同样的饱和攻击啊。那个以色列它是有穹顶，我们台湾有什么？台湾有什么？没有办法去防御，你知道吗？能防的很有限。以色列它可以去丢出来这个穹顶去防御哈马斯，5000个里面只要10%落在以色列的领土上，以色列就已经痛苦不堪了。那你就想，你怎么可能台湾你承受得住中国的火箭军呢？人家火箭军是世界有名的一个顶配的一个军队。他真的要打，他叫饱和攻击。这个老师在4年前就讲过了，他叫饱和攻击，针对我们的基地，台湾所有的飞机场都得完蛋，好吧？感谢富雄，感谢富雄的赞助哈啊，富雄大手笔，好，感谢你是榜1大哥，我差点要改姓石了，你知道吗？哦，来感谢哈，真的非常感谢哈。好，那我们还是继续下去啊，不然到时候又被投诉了，讲太多。哦，那么继续下去哈。所以说，我们在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对于中国而言啊，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中国除了粮食之外，中国对于现在世界任何的变局，中国都可以完完全全的去因应。因为中国粮食是不够的，各位，这老师必须跟各位讲，中国粮食是不够的。它不够是因为中国的农业技术不行嘛？也不是。那像袁和平他所做出来的，袁和平的这个伟大的那个杂交水稻的前辈啊。哦，这个老师啊，真的是令人很敬佩。但是呢，他的喝出来的杂交水稻产量高，但是不好吃，不好吃是一个问题。还有海水稻啊，这些都是不好吃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并不能放在市面上，只是说它可以当成战备粮是可以的，但是也没到达那个大规模经济的一个状况。说中国本身呢，它13亿人，它的目前的土地能够产出来的粮食啊，是不足以因应中国现在自己的百姓所需要的，包含它的猪肉啊，包含的那个鸡蛋什么东西的，哈，都不能够说它完全足够。包含了中国的猪啊，各位不要想说中国它其实它的猪肉以前都是其他国家配来的种猪，让他们去繁殖，直到近代这近好像近20多年了，20-30年了，中国才配出他们自己的猪。啊，因为原来的中国本土的猪啊，它的生长周期跟那个养肥换肉率啊，并没有其他国家来的猪来的更好啊。美国猪还是什么猪，突然忘了，反正就是欧美的猪来的更好，就包含蛋鸡也是中国后来才培育出来的。所以中国它的这个软实力啊，其实在这几年啊，在这个30年状况之下，他们是很激烈的在去发展。但是发展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并不能够完全全部的去因应。所以中国现在的粮食啊，它需要的一个食物量啊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它本身产的是不够的。所以中国现在说打仗起来，中国会不会怕缺粮？这倒也不会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储备粮食啊，大概还目前啊，公开资料啊，他们至少还够他们国家吃3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中国打3年的仗。我跟老师跟你讲，没有一个国家敢跟中国打3年的仗，连美国也不行，好吧？你跟中国打3年的仗，你美国你全部的经济都垮台了啊！现在美国真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大清最后一个王爷的一个状态哦。各位老师真的是讲很现实的事情。
美国的强大就像大清最后一个王爷，所以说我现在是一个王爷，铁帽子王，我告诉你，世袭罔替，我就是个爷。但是可惜兜里没钱，现在问题在兜里没钱，钱在哪里？犹太人手上。犹太人现在他自己的主家出问题了，你觉得这个事情要不要去处理？但对美国而言，没错，犹太人对我们很重要，他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一个金融上的一个帮助。但是毕竟犹太人是犹太人，他并不是央格鲁系的。人家说，美国是那个美国是央格鲁人的国家，但是呢，犹太人是央格鲁的爸爸啊，就这么一说了。但是问题是，你的民族性本来就是会有差异的这个状况，所以是说你现在是真的要去跟中国去对号的话，美国是没有这个实力的。而现在中国除了粮食之外，都一个具足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要知道，无论任何状况，无论你有没有打第3战，中国都是稳坐钓鱼台，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值得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主要问题是在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啊，它最近已经向这个边境啊，他们新占领的这个乌克兰的边境啊，开始集结了13万大军。13万大军啊，各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但是他集结这大军是不是为了打仗？不知道。说白了，这个呢现在还不能够确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13万大军啊，它可能是跟原来的部队做换防。而各位你知道，如果你在台湾当过兵啊，你可能比较资深的，当过2年以上的，甚至3年的，各位就知道是说，我们下基地是要换防的，就是说我们的可能这一师跟上一师，他可能是要去换防的状况。所以说，你这个原来驻防的军队啊，可能就直接撤回了俄罗斯，然后呢开始解编啊、轮调啊什么的。那你新一轮的士兵进去呢，就开始驻守在原地。所以是说啊，他现在到底是不是他做一个大换防，还是他在那边建立起更完善的补给基地，然后借着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他们的战争，如果一旦扩大，那好消息就是什么？乌克兰肯定没有办法继续打下去了。这乌克兰战争就变成在这个世界上变成一个大家不会去理会的事情，你就变成一个地方性战争了。那个时候，俄罗斯真的是要长驱直入，把你乌克兰的土地吃掉一半，就从基辅以东跟以西，就变成2个世界都有可能的。但这样子的话，基辅的总统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天子守国门了，你知道吗？他直接基辅一过去，可能就变俄罗斯的。这个是老师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它产生了一个扩大型的，你变成穆斯林战争跟你的西方宗教的战争，产生一个很强大的对峙的状况之下之后，那么俄罗斯它肯定就开始过去了，一定会往那边压过去，那个肯定没有问题的。当然，俄罗斯它是东方正教，当它会不会跟穆斯林处得不好？也不会。那当然是有一些地方是不是很理想，但是也不至于他们会交恶，因为它毕竟是在远东的一个大白熊，说基本上他们对穆斯林其实干涉是有，因为毕竟俄罗斯的佣兵有在那个地方打仗，但是实际上他们能够做的影响力是很少，因为太远到你真的是鞭长莫及，除了利益之外也没什么好商量的事情。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加上明天呢“一带一路”的峰会啊，那个俄罗斯也会去那个普丁也会去参加与会。所以你整个的态势就变成诡谲莫测。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它的压力是非常非常之大。你北有俄罗斯打乌克兰，南有你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接下来你还有其他的穆斯林国家正在纷纷的揭竿起义，纷纷的开始集结这些兵力。以色列它是被3面都是穆斯林国家的状况所围堵，你真的是要打起来，他们真的要去打一场宗教圣战，以色列就算有核弹，他也没有办法敌得过这些人，哪怕这些人只是蚂蚁雄兵，以色列人是一个有高瞻远瞩的人类啊，蚂蚁雄兵都可以把你啃掉，因为他们源源不绝，前仆后继，你有多少子弹，他们就有多少人，以人跟你换子弹，他们都会敢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啊就非常的严重。所以说，现在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啊麦卡锡他被罢免掉之后啊，我们上个礼拜有谈过，这个中间立场的人一旦被罢免掉之后，那么现在议长并还没有能够产生，那不能够产生，请问一下，国防预算特别预算谁去审？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美国众议院的难产跟这些整个国际大事件比起来，好像大家都已经说啊，这个好像不是特别严重的吧？我们以色列、巴勒斯坦跟加沙走廊那边的事情才是当务之急嘛，是没错。但是管理预算的还是美国众议院，你议长没有出来，你预算是怎么样去编列新的预算，包含给乌克兰的，或是你要去给各个地方的，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摆平，好，你都可能就没有办法摆平这件事情。
所以说现在整个国际局势已经变成什么？变得即将要五马分尸的感觉，就是你各方势力都在不断的拉扯，到底大家会不会有一个人软下来，我们让这些事情直接结束？这个问题很难说哦，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说。只是我们在10月份的整个流月里面看起来啊，是还没有到是说你会变成很恶劣的一个状态啊。当然，你说这个飞弹在射啊，它是算9月的流月了。你说10月份你有没有更大的问题？以目前的老师所看到的星象来看啊，你说在那个加沙走廊啊，没有6位数的人往生，老师是不相信的，好吧？这个我只能讲到这里。加沙走廊，他的以色列军队你还没有开进去打巷战，但是加沙走廊那边的人没有6位数的死亡，我不信，我个人是不信的啊，我个人是不信，应该算整个巴勒斯坦包含加沙走廊这个地方，没有在这几天之内走6位数的人，我不会相信这件事情。毕竟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真实去看的，老师只能透过封建迷信玄学的角度来看。哦，从那一层阴影上面呢，你要去填这个洞的这个算是人类的灵魂了，你要6位数。哦，这是老师的一个看法。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状况之下，美国现在派出了2艘航空母舰跑到以色列这个地方，跑到这个以色列地方，就是为了能够一方面压制以色列，你不要再往前了；第二个当然就是吓阻伊斯兰世界，你不要再继续往那边集结了。现在美国在那边做一个最后的力量。而在这个地方状况之下，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我们说美国已经是大清最后一道王爷。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截至6月底就是今年的6月底，中国它与5大洲150多国30多个组织签了200多份的合作文件，而中国“一带一路”的中欧班列，它累计已经开出了7.4万列的中欧班列列车，从中国这样“一带一路”一直通过列车往前冲，运输了多少的货物呢？运输了700万个标准的那个集装箱的货物，那它里面的货物种类高达5万多种。这个就是现在从中国出去到欧洲，开始给欧洲输血，给他们去做这些物资的贸易往来，就已经达到这个状况之外，国家也不断的很多东西跟中国开始缔结的一些商业的合约，也包含了中国在海外产业园区，它已经膨胀到70几个的新的产业园区，而且帮这些国家创造了42万个海外的工作机会。所以说，这个跟“一带一路”的国家，他们做出来的一些双向投资啊，比如是说，这中国去这个“一带一路”国家，我们去建设你港口，建设你的都市，那这些国家就来去投资在中国，比如说你买一些中国的一些设备啊，或者是投资一些公司，这个双向投资啊，就已经达到了多少了？3800亿美元的额度。你说这个高不高？不高，我说白了不高这个金额没有很高。以现在中国“一带一路”这个规模来讲，3800亿啊，我说真的，连那些欠钱的国家的利息都不够。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但是反过来看，大清最后一个王爷在美国，现在目前美国的外国投资者去购买美债的数量已经暴跌90%。各位老师今天要跟各位讲，就是说，这两个东西跟我们过去所预测的一个模式是非常类似的。外国投资者现在已经不大去购买美债，而且已经缩减的不是只有一半，也不是只有打3折，它是打了1折，也就是90%的公债的购买额度已经消失了。那么对美国财政有没有问题呢？你要说它有问题，它是有问题；你说它没问题，它还能够暂时的顶过去。为什么？因为联准会购买嘛，对不对？你这个债务上限只要调整了啊，拨预算了，联准会就负责给钱嘛，对不对？但是事实上，这个钱联准会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公债卖出去啊，耶伦要想办法把这个公债卖出去啊，你不能只是自己把这个钱就自己签个名，然后就可以无限的领钱。这个事情是政治人物啊，他们觉得我只要签名，你就要给我钱。但是对于这个管财政的耶伦啊，或者是联准会来讲，我还是要想办法找其他人来去填这个洞。但是现在你购买率暴跌的速度比我们之前所预期的还要高，它是暴跌了90%，90%开玩笑，打了1折。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的银弹它的一个后面的一些预算会不会继续违约，它的概率就会变得比较高一点。但是没有说它一定会违约，只是你11月那个事情麦卡锡已经被搞下来了，所以说11月也就是下个月这个时候啊，美国这个白宫关门的概率啊，应该是大部分人的共识都是，它至少有90%以上的概率它会关门。其实这个月就应该关门了，你多延1个月，其实意义是不大的。那么议长又没产生出来，那请问一下，你这个到时候你的白宫关门了，那如果议长又被你技术性的没选出来，怎么办？怎么办？这大新的王爷家里揭不开锅了，很多东西你就没办法进行了，是不是？你的那个空军1号，白宫的空军1号，你还不能飞出去？因为飞出去你要油钱啊，对不对？你那些所有钱都搞完，可能在特别预算里面吧。但是白宫关门了，那你那边的预算也会变少。所以很多事情在这个年底啊，我们之前在去年2022年年底的时候，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呢，2022年啊，我们已经过了是很艰辛的，但是2023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2022年过得还不错。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记得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变成这个状况之下，中国的力量会聚集的速度会比过去来得快上许多。所以说现在中国啊，现在发现一件事就是什么？日本啊，他在这次的这个以巴战争里面，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上面的一个战争啊，他不敢称巴勒斯坦为恐怖组织，跟哈马斯的，他不敢称哈马斯为这个恐怖组织。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原油是来自于中东，他必须跟穆斯林去买。那韩国呢，就是比较直接一点，因为尹锡悦嘛，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算是政治家吗？蛮厉害的一个政治操守，但是他现在民调也是很低。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到现在这个地方啊，发现的事情就是，你现在能够操作的事情啊，老师还是再次跟各位去讲，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留存好你的现金，尽量的不要去购买你所谓过去所能够理解的资产，比如说房子、车子，或者是一些什么比较庞大的一个投资，都是不应该，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了。未来它的涟漪效应到底是不是会把整个维持世界和平的锁，或是这个绳子给它弄断，大家全部都得打掉重来，或者是说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系，或者是说我们现在交通可能都会中断，这个都是很难讲的事情，好吗？这个我们一定要特别去注意这件事情。好，那等一下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台积电的问题哈。感谢在备忘赞助，好，谢谢。美国会不会下场？美国不敢下场啊！袁隆平，对，老师讲错，袁隆平哦，袁隆平是导演，我觉得袁隆平啊，美国不敢下场，因为美国一下场的话，他整个世界整个事情就完蛋了啦。我跟你讲，美国他现在很害怕，他只要一下场，毕竟犹太人不是央格鲁人。你说英国如果被造这个事情的话，美国可能义无反顾，但是你是犹太人做这件事情，其实美国的本身的你内部人并不是都去支持这个以色列的，因为以色列它的一个触手是放在这个高阶的精英阶层，并不是连百姓都是100%都会接受他的，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好，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比如说之前呢，在前2年那个凯爷啊，那个美国的说唱歌手凯爷就说一句那个跟犹太人说犹太人命又怎样，结果被全美国的娱乐界封杀，他现在破产了，对不对？因为他只是开个犹太人的一个玩笑，完了都完了 ，barbecue 都完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现在美国人他到底要不要去挺以色列？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他是很犹豫的，因为他对于央格鲁系列的人并没有直接利益，你更别说黑人就更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是如果因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战争，把世界陷入了第3次世界大战，美国打不起这个战争，他只能退回美国，变成什么？变成地区性的强权。美国肯定不会去参与第3次世界大战。因为只要一参与，美国所有的一个丑态全部都会暴露出来。因为美国欠世界上太多人钱，你只要敢违约，那么你后面所有你账目上的东西，你也只能全部打掉重练，都是完蛋的，都是完蛋的，好吗？朝鲜的机会来，没人理乌克兰，说乌俄之战不了了之，不可能啊！你小看俄罗斯人了，俄罗斯的红军啊，竟然可以把德军打得稀里哗啦。俄罗斯人他就算现在老兵都可能都挂点了，
不代表现在的新兵他没有办法往西打过去，因为这个事情啊，这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羞辱。为什么？因为之前在苏联解体的时候，那这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前苏联所承诺的事情，几乎都没有一件达到，就连包含最后的定海神针、中导条约也都没有达到。那个拜登老先生，那种川普老先生就把它撕毁了嘛。所以说，答应苏联解体之后啊，所有的一些保持地区性和平的所有承诺，西方世界都没有达到，而且北约不断的扩容，那俄罗斯一忍再忍，是不是？现在又让乌克兰加入北约，那这个是触碰到俄罗斯的底线。说这个乌俄之战，你说他要再这样子停歇，除非没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战争，如果有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在西进？我觉得概率是有的，因为他吃掉乌克兰一半的领土，我相信对俄罗斯的国力来讲，他已经沉潜很久了。他打1年多的这个乌俄之战，他应该有这个样子的实力，继续把他剩下的把他一半领土吃掉，他应该还是可以维持住的。你说在去年打的时候，你说把他乌克兰全部吃掉，然后呢，他让他去守住整个乌克兰的新领土，这个办不到。但是吃一半，我相信他现在是有这个实力的，好吗？买喷子行不行？你能买就去买啊，你能买你就去买啊。但是你哪天被抓了，你就不要说我哦。我说的喷子是水枪哦，你那个东西我是不知道的，能点火不能点火的，这不关我的事。老师家里只有瓦斯炉可以点火，其他的没办法。还有这个打火机可以点火，其他没有哈。你那个 biu biu 到底是怎么搞的，是你的事情啊，可别叫我。好，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可怕了，各位你要做好准备哈，这个不是跟你各位开玩笑的。所以老师也很害怕，说白了吧。老师几年前都开始准备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不断的考证照，我花了很多钱。你看飞机要飞过去考试，是不是路费、饭店费、吃饭费，是不是？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总要多吃两个，对不对？所以老师这1-2年的时间会常常跑到中国的地方，都大部分是为了考照。但老师也要考其他国家的证照，只是他们需要准备的时间是比较久了。然后，但是也是希望各位要去确实的去。真的是要去把握一下自己哈，你一定要想办法，在 AI 的浪潮，它现在只有刚刚成型而已。各位，你不要嫌老师在流年生肖里面，或是在任何地方一直强调的 AI， 好像是基林老师在做 AI， 所以说我在去吹捧 AI， 不是哈。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情 ，AI 的浪潮绝对是你现在此时此刻的你无法想象的庞大，这绝对是这个样子的。绝对是这个样子。你现在所有保持的任何的一个基础的工作，无论你是司机，无论你是工人，无论是任何一切，你都有可能被 AI 所取代。所有老师选的东西，我这个行业迟早会被取代，但是可能等我死了之后，它才会被取代，因为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比较难的，比较难的。但是在那个之前，很多东西你是必须要用技术类的跟社会服务类的，你没办法使用 AI 去，暂时没办法使用 AI 去做的。那你现在就得去好好先筹备，你不能等他来了之后，然后我们要想怎么办？开玩笑，你知道老师第一次发财的什么时候吗？我告诉你，我第一次发财，享受到金钱的美好，生意之兴隆，一个利润之旺盛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公元2000年，离现在已经20几年的时间了，发了一笔大财。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换主机板 Y2K 的问题。最后从1998年、99年那个不断的接 case， 不断的去换这些设备随便讲你都得换，你不换你就完蛋。Y2K 各位那个比较年长一点，大家都知道，赚的不要的。我以为我赚的不要的，结果有人比我赚的更不要了。什么？那个时候老师的同学去炒房，对不对？今天买了，然后明天就得卖掉，赚60万。那个就是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东西啊，你会觉得是说，我到了我再想办法再去因应啊，那有时候是来不及的，你就很容易变成被淘汰的一群。最会被淘汰的是什么？现在30岁以上的，你可能未来几年就不断的加入失业者大军。但是如果你那个时候你连开网约车，连车子都是用 AI 去驾驶的时候，那么怎么办呢？自动驾驶中国一定会变成自动驾驶这个没有争议，因为他们的交通必须要做好最好的疏导，那就一定是自动驾驶，那个才能够把中国交通的问题可以快速的做的改善。你不能解决，但是可以改善，因为你是所有的网络去做的嘛，那以后你就不用指定我要去这个地方，我不用指定哪一条路因为 AI 就帮你计算到从这边过去绕一圈，然后一样把你送到就可以了，还可以自动控制速度，让这个路不要塞车。
对不对？各位说不可能嘛，我们台湾也有啊，那个匝道限速啊，是不是？哎，你时间到了每20秒，然后给你停，每过5秒，然后给你停20秒，就让你人气下到那个交流道的人变少。所以这个浪潮已经在眼前，它现在刚成型的海啸，等你发现说啊，它原来真的像陈老师讲的那个胡说八道，陈老师讲的真的这么强大的时候，拍谁哈？那个只有我过了，你可能就没过了，好吗？然后最后我们回到台湾了哈，我们回到台湾的一个议题哈，台湾议题其实我们是要去注意一下的。你说放在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呢、那个台湾议题是不是说也是很关键？老师答案也还是一样，它还是很关键的东西。为什么？这对中国的海上事务来讲，台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状况，因为它可以阻隔掉日韩啊，美国在日韩的一个势力，以及南海啊，他们完全形成了一个隔断的作用。你只要台湾收复了，那台湾的地理位置所建立起来的海防啊，还有它整个运输路线啊。那在其他的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除非什么？除非俄罗斯跟中国开战啊，不然的话，台湾只要一收回去，那整个那个什么亚洲大陆的这个海上运输啊，中国就有很重要的一个话语权。说台湾还是非常重要，现在只是在于中国什么时候又来收台湾。像在美国啊，他们或者英国那边有一些研究是说。中国如果假设他现在要发兵收台湾了，他会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经济挫伤。我们从这一次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中国即使收回台湾，中国的经济基本上雷打不动，哦，你可能会损失0.5个 GDP， 哦，大概是极限的，你基本上你不会太大的一个危害。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现在对巴勒斯坦跟加沙走廊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超过中国去收回台湾的损失，会懂老师的意思吗？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武力跟他们的一个夺取生命的灵魂收集器啊，这个样子的手段，它的额度一定会高过中国到最后要收台湾他们所造成的灵魂收集器的程度。真的是台湾如果跟中国是产生的最后一个统一之战，老师个人估计啊，个人估计啦。这是我个人的瞎猜，好吧？当我说梦话，大概不会超过2000人的死伤，这是老师个人的看法，大概不会超过2000人的死伤，哦，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事情就是说，中国既然已经站得这么稳，台湾现在啊，像最近的新闻啊，台湾的台积电现在到日本去设这个厂，他目前把那个小镇也把它炒红了。那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可能从我们现在所看到公开资料都可以知道。是为了地区性安稳的状况之下，所以是说他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去日本去帮他分担台湾台积电的生产能力。那希望哪一天台湾被占领了，那台积电还是可以在日本的日积电生产出来这些晶片，提供给欧美大陆。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成立的？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熬夜的能力啊，不会比台湾人差。这么简单讲，应该就很明白了。台湾的劳动力啊是非常的刻苦耐劳，日本人不会差到哪里去。说台湾的加班的文化其实是当时日本企业在台湾留下来的，就是你往死里干就对了，一直干，拼命干，往死里干就没错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对日本能不能得到什么好处？答案也是不行的。对日本其实是没办法得到什么好处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台积电移过去之后，日本可不可以取得3奈米以上的技术，包含1奈米的技术？1奈米是有困难，但是以台积电要往日本去建厂，跟日本的聪明才智的能力，日本得到3奈米、5奈米的技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它的优势等它能够生产的时候，中国是不是已经有3奈米跟5奈米的实力？华为已经是5奈米了嘛？它好像软体更新之后，上个月的新闻嘛。它就已经也可以有5奈米的一个，里面有5奈米的这个工艺实力。那么等于说中国现在5奈米，那如果中国它在日本建厂好后，中国研发出来3奈米的技术已经被克服了，请问台积电在日本设这个厂，你有没有设这个厂？对于中国有没有影响？你就几乎是影响甚乎其微，甚乎其微，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加上了什么？加上了。现在已经从印度上面已经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中国的工业实力已经远超过那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性。你同样的 iPhone， 同样的制程，同样的要求，你移到印度去之后，
不要说我们看不起印度人，看到印度制的就要退货，而是印度制出来的 iPhone 15，现在世界各地都有传出在一起，说它据说已经被退货了近7位数的苹果手机。那当然，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日本跟韩国它现在不断衰落的一个状况，你就会引发下一个在亚洲的金融风暴会不会再加速产生？各位要知道，过去亚洲金融风暴那个是跟韩国跟日本是有极大的关系的，但是台湾、俄罗斯、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地方，如果相继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势力整合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日本、韩国，你被锁在里面，你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进。所以是说，这一次的拜登总统啊，才会允许的三星啊，他对于中国在中国设厂投资啊，还有是跟中国的厂商合作啊，都已经不设限、无限期的一个什么核准。为什么？因为你再不给他做这个东西，这个三星跟海力士的东西，那么基本上韩国半导体产业没有办法进行，也没有办法进行，因为这个东西你不可能叫美国全部照单全收嘛，那不行。同样的状况也是一样。日本设起来那个日积电，对日本只有形象上的加分，实质上它已经无法赚到跟台积电过去一样的红利。而台积电现在的红利，到明年的此时，其实老师可以在这边跟各位讲，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衰退。为什么？因为中国有5奈米的实力，而你要发生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其他那些国家这么有钱的国家，还有一带一路增加了这150多国，肯定他们的这些科技产品会去跟中国采购，因为说白了吧，你要被窃听，要被假设了，我只是假设了，假设华为它的网络设备真的有窃听，他们宁愿让中国窃听，也不会让美国窃听。这不是因为很讨厌美国而已，而是中国的军队不会超出中国的范围去影响别人的国家。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哲学，它不会去影响别人的国家。所以是说，在怎么样状况之下，为了安全起见，当然他们会去跟中国去购买这些半导体晶片，那么全世界的半导体晶片销售的份额又会不断的往中国去集中，又便宜你又安全，那台湾的优势在哪里？日本的优势在哪里？韩国的优势在哪里？印度的优势在哪里？不用去谈，全部优势都会集中在中国。所以是说，在中国的朋友，如果你现在还想是说抛下中国的一切，润去美国、润去加拿大、润去英国，可以的，没有问题。你不要在那边生小孩就好，你在那边生小孩，你问题就会比较大了，好吗？好，我们看各位什么问题啊？朝鲜不会打，台湾也不打，东南也没事。朝鲜他比较不会打了啊，你各位要明白朝鲜人他们的一个特色，互相叫嚣是可以，朝鲜他们本身就有内战了，对不对？朝鲜他们这个主意啊，他们会内战，会自己关起门来互相斗争，很严重。但是他们不会去让别人看笑话。朝鲜族他们是一个很团结的种族这个是有差别的，好吗？台湾远征安全是不可能的台湾是会穷，而且会很穷，会变非常穷的一个岛，被坚壁清野，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俄罗斯也需要以色列开打。开打他越乱他越好啊，当然对俄罗斯来讲是这样是没错啊。英国人他们对于犹太人的仰赖是比较低一点的。说实在的，英国人呢，他对印度仰赖可能多一点，但是他对于犹太人的仰赖是没有美国这么深刻的，好吧？中国制的背心有问题，要买卖也是买台湾的。你说那个防弹背心吧，中国制有问题，那我就算有，我也可以认同啦，好吧？你觉得中国制有问题，我也觉得是有可能这个问题啊，这都有可能。但是人家还是会跟中国买啊，就简单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人家量大人潇洒嘛，人家便宜，对不对？难免会有这些瑕疵品，咋的？你台湾再好，你卖不出去了，你被中国发现了，你后面问题很大，好吗？那么台湾问题面貌描绘出来的，将解放军的人伤亡人数非常少，然后这个不要到时候害我就被说是问题，好不好？我只能说了，这个台海战争它的收复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因为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军方我相信跟政治层面的精英都会知道。连哈马斯都可以击破以色列的穹顶系统，穹顶系统已经是非常优秀，是属于世界顶尖的防空系统。这老实讲的绝对不夸张。以色列的穹顶系统，它是全世界最佳的、最强大的防空系统。
意思就是你无论如何，任何的空战武器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去突破它，除了那个极音速飞弹之外，极音速飞弹之外，就连核弹一般的核弹、常规导弹、中过去核弹你可能它都有办法中途可以把你打下来，但是它还是被哈马斯的乱拳打死老师傅，把你打的真的是让你真的吓到晚上跳起来。但是说这个问题还是会有的，好吗？台湾战争近了吗？近了哈，台湾战争是近的，好，这个是很近了。我说这铁穹啊，穹顶铁穹啊，铁穹穹顶吧，还是铁穹？总之有个穹字哦，总之有个穹字，好吧？台海战争是近的哈，各位就要放心啊，那个日子不会太远啊，日子不会太远，很快啦，我相信那个很快。但是问题是你统一之后，你还有百废待举，你还有政治人物之间，还有民间的这些动乱，你是不是能够中国有这个足够的人选跟智慧，可以把台湾的一个内部给安排好？这个是一个问号，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哦，这个不知道，这个很难说了哦，台湾很难说。台湾明年很穷吗？从今年开始穷哦，不要说明年了。台湾的外债是非常高的哈，台湾外债好像8兆吧，哦，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有错的话大家指正老师一下，好像8兆台币的外债吧，国债好像是好像是这样。说台湾会一直穷下去哈，各位请放心哈，在那个统一，就算统一之后，你可能还有3年的穷的时间，因为人家说啊，有很多朋友跟老师讲说我现在买房子啊，等到统一之后啊，那个大陆人会来台湾买房子，老共不会让他们当地人来台湾买房子的啦。不会的啦，我跟你讲，真的啦，他还是要限制你台湾观光的问题啦，因为太多问题可能会不好掌握啦，没有这么容易啊。你看香港就知道了啦，你中国可以随便香港炒房吗？可以买啦，但是你说要炒啊，那个人家管制还是有的啦，对不对？还是有的啦。所以说你说把台湾的破房子去卖给中国，他们连自己国家房子都不买，他买台湾了干嘛？台湾你房子是镶金的，对不对？40、50年的老房子一堆。根本就没有什么好都跟的，你在买台湾房子干嘛？人家不会买海南岛的不可能了，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谈的事情是比较泛一点就是比较广一点，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啊，它影响层面实在是很大，老师很难有一个非常主轴的系统性，不像过去我们很多的主轴性可以讲。但是我们这个结尾，我们可以最能够确定的事情是，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已经没有任何的实力，可以是说它可以压制任何一方的变化，它已经没有这个实力了。第一个，它压制不了以色列的一个愤怒；第二个，它也压制不了穆斯林的愤怒。这2个地方它都压制不了，更何况它有北方发凶的一个大灰熊，还有中国龙呢。这个东西，美国是没有这个实力去继续维持这个世界的治安。现在只看有没有哪一个有智慧的国家领导人，可以把这个事情在进一步扩大之前就完蛋。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现在美国也在拖时间，希望呢以色列想做的事情赶快做完，我们赶快结束。但是以色列现在想的事情就是，我要拖时间，拖什么？拖到你们都饿死，拖到你们都自己受不了，自己瓦解，然后我再继续捡便宜。这个事情以色列过去就有做过，以色列去残杀这个加沙走廊这些百姓，历史血泪斑斑那个历史血泪斑斑。所以说，看台湾有人在路上去支持这个以色列，我也只是。你们的立场我当然尊重，但是实际上你不知道，事实上以色列的双手沾满了不是奶与蜜，那是双手的鲜血，那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给他们用起来，那真的是灵魂收集器这个我老师只能在讲，现在只是灵魂收集器而已，好吗？好，最后我们来说下礼拜我们会更新我们的，下礼拜我们会更新2件东西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8次通识系统，我们的。通识课程我们会把这个神煞都更新完。本来老师已经写差不多了，就这2天事情太多了，没有体力录了。但是我在礼拜3我会更新我们的11月的流月总论解析，还有我们神煞会全部讲完，好吧？全部讲完。那关于批流年这个事情，老师最后提醒各位一下有鉴于各位的一个一直跟老师讲要提早这件事情，老师本来打算是从11月中现在变成11月初，现在是不是还可以再提早？那听老师想考虑2天那老师可能会提早，不是10月20号，就是10月25号，老师可能会提早来去做我们的流年批算服务。那毕竟现在这个年代，老师也非常了解各位的诉求，就是变化这么多，能不能早一点知道我未来应该怎么去做这个可以去做。那但是我们今年我们的流年的方案，老师已经确定了。你一样可以提问问题，或者是你要你自己的生命曲线。那如果你提问问题记得你不要问课堂上的问题，就是说，我没教的，你说想这个怎么算，那我不会告诉你怎么算，我只回答你人生上的问题，好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